习书记来的时候还很年轻，不到30岁。他来了以后呢，他就首先调查研究。到正定头2个月，习近平就骑自行车奔波在乡间田野，穿梭于滹沱河两岸，走村入户，开展调研。他下去不打招呼，也不让人家事先准备，直接到老百姓家里、工厂车间去摸情况、听反应。一次，习近平骑车来到西兆通公社，沿途大量的河滩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问我们老书记，咱这边河滩地领的怎么样？老书记说种点小杂粮，长得也不好，也没人当回事儿。习书记说，千万别拿这些事儿不当回事儿。多少年也没人把它当回事儿，熟视无睹了。都组织人调查摸地儿，一共有多少河滩地？哎呀，这家不少啊，10几万亩，一共挣的才多少地呀？他占1/3几乎。在大量调研基础上，1983年末，习近平将加快两河滩的开发利用列为全县重点工作。当时正是缺粮食的时候，改造以后的话，对群众的这个生活补益很大，很解决问题。在正定的3年多，全县200多个村庄，习近平跑了不止1遍。调查研究的路布满坎坷，坚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1989年，习近平刚任宁德地委书记不久，那天开3届干部会，下党乡的书记他站出来说：“哎呀，习书记，我这个书记当不下去。”就一条裤子夫妻轮换穿，就是困难的这个程度，自己站起来。他说：“老杨，你等着，我过几天一定去看。”我们下党这么偏僻，路这么难走，我们认为书记不会来的，但没想到过了20多年，真的来了。下党乡啊，当我去的时候的话呢，那真是披荆斩棘、跋山涉水啊！前面的相当的队拿着柴刀在这砍。这位下党乡群众口中到过这里最大的关，被乡亲们的淳朴、热情、坚韧感动着。他感慨地说：“下党这个地方，我来了1次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这一路上啊，老百姓自发的那儿摆着各种摊，一桶一桶的，就是那种清凉的饮料，都是当地的那土草药做。当地有很多土草药，还有绿豆汤啊，你喝吧，你们这路上辛苦了。第2天，针对下党的实际情况，习近平在寿宁县城召开了现场办公会。开会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简单，昨天你们都跟我一起去下党。下党的困难你们都知道了，我相信你们也跟我一样受到很深的教育。今天你们每人在这里表个态，你拿多少钱，他拿多少钱，当场就得定下来。18个单位支持了72万给下党搞建设。在宁德，他把实践中的积累归纳成4下基层，调查研究下基层是其中之一。一路走来，习近平始终把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基础。刚到浙江时，为了尽快多跑几个地方，他几乎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。我是从外省调入浙江，调研呢，就是使我们能够加快了解浙江的省情。所以我来了以后呢，就是尽量的跑。他说我初来乍到，也没有那么多新指示要做的。首先要认认门、认认人，熟悉情况。他像过去那样轻车简从，直接下到基层，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。几年下来，习近平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，跑深了与干部群众的感情，
也跑透了浙江的省情、市情、县情。党的18大后，习近平对调查研究的坚持一以贯之。就任总书记1个多月，他就来到太行山深处的特困村。来的地方不多，但是我想看到我们现在真正的山村，像老陶你们这样的，现在都是怎么过日子呢？进到老百姓家里，揭开锅盖，看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，尝一尝水有没有什么异味，能不能喝，他就是要看真品、服真品。就让我想，就是说这样的村到底怎么办？这样的情况到底怎么办？一竿子插到底，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，成了他调研的常态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，他提出精准扶贫战略，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。我来这里看看大家，专门来这里。到你这儿来的目的是看看2不愁3保障，真正是不是能落实。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，千家万户的小事，都是他心中的大事。衣服啊，这些被子啊，够不够用？够用。不会滑坡吧？没问题。不会说这是3顿饭吗？等3顿啊。他用调研开路，率先垂范，以身作则，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做出榜样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，发生历史性变革。从3伏酷暑到数9寒冬，从祖国北疆到南海之滨，这位扎根大地的中国领导人，脚下沾满泥土，心中充满深情。民之所忧，我必念之；民之所盼，我必行之。